26年前，我女儿刚出生的时候，因为她有一点黄疸的问题，需要到新加坡医院医治嘛。但是当初那个交通严重阻塞，一个人一手抱着她，一手撑着伞，徒步越过长堤的。一个星期有2-3天，新加坡人黄永峰会越过长堤到位于柔佛州市乃的厂房视察。黄永峰是公司的技术总监，大约8年前开始频密地来回两地。通常一个星期我们大致上会来回1-2趟，因为反而现在都可以在线上开会什么的，但是有些时候是免不了的。需要过来监督一下工程添加一些设备监督一下这里的进展多年越堤的经验，让黄永峰知道怎样避开长堤堵塞的高峰期。以我们的经验来讲，就是说，如果说需要通勤进来马来西亚，通常都是在早上7点半、8点钟之前到关卡。我下午就是4点、5点之前到柔佛关卡，这样就能避开一些堵塞情况。他说有时候在这里工作延误，可能5点多、6点都会受到堵塞，严重1-2个小时。但他身为越堤族的经历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1997年，黄永峰当时就为了家庭决定定居马来西亚，开始了每天从马来西亚越堤到新加坡工作的生活。我太太本身是当地新山人那时候都是有经常的通勤往来结果发现说这里产业也不那么贵，也考虑到父母退休了，可能说给他们一个比较舒服的环境，所以我就是打算说在这里买个产业就这样子，97年我就搬进来了，就开始我每天进进出出的越堤族那时候还好，交通没有那么的堵塞如果早点起身7-8点到新加坡是不是一个问题？像这样的堵塞现在频频发生。黄永峰记得他女儿1997年刚出世后不久得了黄疸症，当时关卡也经常严重阻塞。为了不耽误治疗，他徒步越长堤带女儿去看病。当初那个交通严重阻塞，但是没办法驾车回来，就是说把车子停在购物中心一个人一手抱着她，一手撑着伞徒步越过长堤。因为初为人父，也不知道那个担心当时老婆太太生了孩子之后是在新山坐月子所以说那时候是说他没办法出门这个是到现在为止26年了还历历在目。孩子长大后到新加坡上小学，一直到中学，当时也发生不少趣事。因为说小孩子喜欢嬉闹在车上会玩耍，有发生过一件事，就是说我岳父出来接他们回家因为小孩子在公巴士上面玩耍，把护照落在车上了去到关卡过不了关，结果儿子留在新加坡，我太太就是护照带在身上，就是说没办法，就是赶快请个假越堤过去处理孩子还好有心人因为护照是跟着小孩子的学生证他发现说，这个是一个小孩子学生的护照，这蛮重要的。这个有心人士就把护照还给了那个学校。2015年，黄永峰决定转换工作跑道，加入这间将废玻璃再循环成建筑材料的新加坡环保公司，担任技术总监，同时返回新加坡定居。应该是在07年过后因为当时很多大企业，尤其是电子业很多大厂在马来西亚都搬迁往外移，搬到越南去，也考虑说
小孩子嘛，也差不多要上中学了。如果说上了中学，他的学校的路程要来回没那么方便，所以也为了孩子着想，也为了自己本身着想，因为毕竟马币换新币的汇率差距越来越大，所以也做了一个决定，说回新加坡做回老本行，回去建筑业和做一些产业发展。因为有时候理想跟抉择是很难拿捏的，因为当时的状况不是有的选，因为经济萧条，你需要转变，你需要做决策。虽然现在因为工作原因还是需要经常越低，但黄永峰认为现在科技发达，让过关卡变得更加便利。近几年来科技发达嘛，先有了 face recognition， 而且下来就是驾车可以使用 QR 码，肯定是大大的方便了关卡的情况。我相信下来的2-3年，情况会大大改善。因为新的关卡大楼跟桥都开始在建设嘛，而且会有轻轨服务嘛，这肯定是可以使我们的交通枢纽更加方便。过去的100年嘛，如果没有这个长堤的话，我相信新加坡没有今天这样的繁荣。对我来讲嘛，人生就是一种选择嘛。既然自己选择了走这条路，要在这边尝试闯一番事业，这是必须做的抉择，也必须要经历这个考验跟磨练。虽然说进出新马觉得辛苦嘛，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你可以看到每天上万人工友天天进进出出。如果说没有马来西亚这一班工友人民经常的往来，帮新加坡建设现在的经济繁荣，我认为没有长堤，我们是绝对做不到的。